大家好，这里是阅见成长，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欢迎留言告诉我。那么，我们开始吧。如果有一天你突然中了乐透，赚到一大笔钱，你真的有把握？这些钱10年后还会在你身边吗？这个问题其实比怎么赚钱还重要，因为现实是我们身边其实不缺，聪明的人也不缺，懂投资、会算数、会看财报的人，世界上有太多人；会赚钱却留不住钱，也有太多人。看起来不聪明，却慢慢累积出一种怎么样都不怕没钱的底气。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致富心态》就是在谈这件事。它不是教你投资技巧，也不是告诉你哪一档股票会涨，而是直接把焦点拉回一个很残酷但也很真实的问题：你跟金钱之间的心理关系到底健不健康？还有就是这本书给我很大的提点是，一个人有没有钱跟他多聪明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的关系。1. 投资不是考试，是一场人性测验。我们从小到大被教的几乎都是同一套逻辑：够努力，表现好，得到回报。所以我们很自然地以为，只要我够聪明、够勤劳、够会分析，在投资市场也应该一样。但作者一开始就直接否定这个想法。他说，理财成功跟智商几乎没有正相关。这句话很刺耳，因为它直接否定了我们一直以来相信的事。但你仔细想想，投资市场真的缺聪明人吗？华尔街、金融机构、基金公司，哪一个不是满满的高学历、精英、天才？可为什么最后能够长期活下来的人反而只是少数？因为投资从来不是在考你会不会算，而是在考你能不能在恐慌时不乱动，你能不能在赚钱时不贪心，你能不能当赚到一笔钱时承认自己其实没那么厉害。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心理层面，而不是技术。2. 我们都把成功过度归功于自己。致富心态不断强调一件事：人类极度不擅长评估运气的影响。当你投资赚钱时，很容易告诉自己，我眼光好，我有判断力，我比别人早看到机会。但当你投资赔钱时，你又会说，我只是运气不好，下次会更好。久而久之，人就会掉进一个很危险的陷阱：过度自信。作者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话说，在任何一场投资成功里，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比例是实力，有多少是运气。当你能真正承认这件事，你才会开始尊重风险。作者提到，就连投资界的顶尖高手都没办法确定自己的成功到底有多少来自实力，有多少只是刚好站在对的时间点。但我们普通人却常常因为1-2次成功就开始以为自己看懂市场了，而投资市场惩罚的就是这种人。3. 我们以为自己能预测，其实只是想安心。人很奇怪，比起不知道，我们更怕不确定。所以人类有一个很强烈的心理需求，我们想相信世界是可预测、可控制的，所以我们会追逐看起来很准的分析师，说话很有自信的投资老师，给你明确进出场建议的人。因为不知道会让人非常不安。但这本书直接点破一件事：真正影响你一生财富的关键事件几乎无法预测。市场最大的涨幅往往集中在极少数几天，而那几天通常发生在大家最悲观、
最想逃跑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看起来很努力操作，却反而错过最重要的成长。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太想掌控一切。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待在市场里，往往比进出的多漂亮还重要。4. 波动不是失败，而是进场的代价。书中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观念，把投资中的下跌视为成本，而不是惩罚。很多人一看到账面亏损，就开始怀疑自己，否定策略，急着修正。但作者说得很直白，如果你想要报酬，就一定要付出代价。而投资最大的代价，往往不是钱，而是你的情绪稳定度。真正成熟的投资人，不是不会痛，而是知道这就是游戏的一部分。如果你无法接受波动，那你其实不是输在判断，而是输在心理承受度。5. 每个人其实都在玩不同的财富游戏。我们很常犯一个错，拿别人的成功来否定自己的选择。看到别人短线赚钱，就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慢慢来。看到别人长期持有，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太保守。但书中提醒一件很重要的事，每个人玩的游戏本来就不一样。你的收入来源，你的家庭责任，你的风险承受度，你的时间规划，都跟别人不同。适合他的策略，不一定适合你。书中提醒我们，不同目标、不同时间尺度的人，根本不该比较。真正成熟的做法，不是追求看起来最聪明的选择，而是选一个让你晚上可以睡得好的选择，那就是适合你的策略。6. 真正的财富是你能对世界说不。致富心态。最后把焦点拉回一个很少在理财书里被好好谈的东西，时间的主导权。很多人拼命赚钱，表面上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实际上是为了逃离没得选的人生。真正的有钱，不是你买得起什么，而是你不必为了钱去忍受你不想要的生活。如果你赚到的钱没有让你更自由，反而让你更忙、更焦虑、更不敢停下来，那这样的成功其实很值得怀疑。读后心的致富心态，让我从心理解一件事：致富不是一场谁最聪明的比赛，而是一场谁先失控、谁先出局的游戏。你不必跑得最快，不必做对每一个决定，你只需要做到一件事：撑得够久。只要你不被情绪打败，不被贪心拖走，不因短期波动放弃长期方向，财富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靠近你。如果你愿意慢一点、稳一点，那这本书真的值得你反复读很多次。